我本是帝国忠义闻名的边境将军，却在一夜之间举兵起事，不仅将女帝关进后宫，就连朝中那些反对我的大臣也被全部抄家。外面的文人学子纷纷痛骂我是奸臣贼子，可我不仅没有收敛，反而下旨焚书弹压。原来一切只因我意外魂穿到这个世界。就在元神带领80万大军即将屠灭金国，女帝竟听信谗言，连发12道金令，应赵将军即刻撤军孤身回京。在接到圣旨的那一刻，元神只好听从皇命，可最后却落得被株连九族的下场。而我在看到这个狗血剧情时都被气笑了。你说我只有800人军队，我不挑你的理，就算是8万军队，我也得掂量掂量要不要选午门对套。但既然你说我有80万边军，陛下何不谋反呢？随即我大手一挥，来人，去把那2个狗太监砍了。我迅速命令全军集结。本将军有话要说。这一声令下，众将士齐刷刷的抱拳高呼：“遵命！”才不到1炷香的时间，军营内杀气便直冲云霄。我傲立于巍峨高台，凝眸俯视着那如蚁群般密集、绵延至视线尽头的大军。诸位将士回望往昔，即是在烽火连天100年间浴血搏杀。正当吾等剑指金国胜券在握之际，陛下却听信谗言，连颁圣旨，令吾等止戈息兵。尔等答应吗？说到后面，语气森严，带着咬牙切齿的痛恨之意。本来军队中众将士还在犹豫，可在我的10几名亲信先锋率先大喊一声不答应后，瞬间军营内武器阵地声不绝于耳，数十万士兵齐声振臂高呼：“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而后我再次嘶吼着：“没错，尔等不答应，本将军同样不会答应。100年来战死的同袍们不会答应，无数被那些畜生们屠杀的百姓亡魂们同样不会答应。全军听令，吾等斩太监，置金牌，撕圣旨。待吾等屠灭大金后，众将士可愿随我清君侧，去问问那些所谓的朝廷栋梁，究竟将我们这些浴血奋战的军士，将边疆的劳苦百姓们放在哪里？”下一瞬，无数将士咆哮如惊雷般轰鸣。看到此等效果，我很是满意，随即翻身上马，高举长剑。众将士随本将军来做一番大事。而旁边不远处，众多百姓听闻这呼啸的滔天巨响，脸上反而纷纷露出笑意。他们根本不在乎谁当皇帝，他们只知道，只要大将军在，只要那些将士们在，边疆就会很安全，也无需惧怕那些金国蛮族烧杀抢掠。然而，其中几个安插到军营的探子却脸色瞬息没有了血色。前面那几句口号还好，也不过是要抗命出兵打金国，事后朝廷如何处理也与他们无关。所谓的赵齐是死是活也无所谓。而听到后面那些口号的瞬间，他们顿时傻了。大将军赵齐竟然光明正大的准备造反。几位密探执笔记录时，手指不由自主的颤抖，口中忍不住喃喃自语：“完蛋了，真是完蛋了！赵将军竟然真的造反了！这可是打得金国屁滚尿流的赵家军，王朝内谁能敌得过？快，赶紧将消息传回去，晚了大家都要遭殃了。”而在另一边，大金军队的主将帐中，这些异族将领们正满脸笑容的喝着小酒。听说有12道金牌与12道圣旨抵达时，那该死的赵齐当场切脱了血，笑死了！吴大金真是命不该绝，否则的话，非要那个狗东西得逞不成。大风的那些蠢货就会窝里斗。倘若吴大金有此等神将效忠，必然会给予其无限的信任。假如赵齐真的投降，你会接受吗？接受个屁！屠杀吴大金族人的狗贼，必将其碎尸万段。几人边喝酒边吹嘘，丝毫没有防备之心。毕竟根据探报回来的情报，这次危局已解，赵家军必然会停战。以往最大、最恐惧的敌人赵齐，也即将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然而就在这时，无论是大营内还是大营外，所有人皆感觉到了阵阵可怕的震动。这一瞬间，大金将领们顿时脑子一空，而后大惊失色地尖叫着：“该死！敌袭！军队在接近，快防御！难道是赵齐？”可这个时候反应过来，彻底晚了。无尽铁气如洪流奔腾而入，手中寒光闪烁的兵器泛着冷冽光芒。屠金狗，灭大金！伴随着震天战吼，赵家军的将士们势不可当地涌进战场，众多异族士卒惊慌失措，纷纷陨落。瞬息间，大金营地化为修罗炼狱，断臂残腿散落遍地，鲜红血液如同江河倾泻，将苍茫大地涂抹上一抹刺目赤红。我挥舞着恐怖的方天画戟，尽情施展着各种杀招，比以往更强横的力量与武艺，简直让我当场化作死亡收割机。无数异族士卒在这凌厉攻势下瞬间陨落。都给本将军死！我一边狂舞，一边发出阵阵狂笑。谈笑之间，那覆满全身的黑色铠甲已然被无数异族士卒的炽热鲜血所浸染，绽放出一抹抹刺目星火。异族士卒闻风丧胆，一个个尽皆不由自主地发出绝望嘶喊哀鸣，争先恐后地逃离这处人间地狱。投降不投降？在场的许多异族惊恐万分之下，手中兵器不由自主地坠落尘埃，双膝跪地，口中急速地吐出令人费解的恳求之词。那脸庞仿佛是恐惧本身刻出的画卷，每一寸肌肤都透露着绝望与颤抖。可我丝毫没有
手下留情的意思。跪地求饶又如何？照杀无误，曾经几何？大奉子民也是这样求饶，还不是遭受屈辱而死？现在惊慌害怕，想要求饶活命，晚了。下个瞬间，寒光闪闪的方天画戟掠过，无数血光冲天飞起。而另一边，从主帐中跑出的异族将领看到眼前场面，先是恐惧后悔，紧接着看到我的身影时，又陷入狂喜。那是赵齐，只要杀了敌军主将，我们就能赢。天不亡我大金，那个该死的混蛋竟然亲自冲阵！毕竟古往今来，很少有主将亲自冲阵，也正因如此，他们红眼面露癫狂之色，气势汹汹地朝着前方扑去，是要借此机会翻盘。虽然知道对方很强横，但双拳难敌四手，只要把握好，绝对能够将其围上。可我却是暗笑一声，来得正好。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穿越，前几次穿越时，我都穿越进的是高武世界，在那一些世界，是龙得卧着，是虎也得趴着。可在这种冷兵器时代，这些敌寇在我眼里和送死没有什么区别。只见一道黑影嗖的一下窜了出去，十几位异族将领瞬息被我打爆，四散纷飞。这一瞬，整个战场都仿佛陷入刹那死寂。赵将军怎么上去一顿砍菜切瓜，将敌方将领全弄死了？瞬息后，截然不同的嘶喊声响彻整个战场：“快逃啊！头领们全死了！这些大凤人全是恶魔！”兵败如山倒，伴随着大金王朝这支军队的大旗被我顺手劈碎。那些异族士卒要么投降，要么转身疯狂向外逃窜。赵家军的将士们趁机大杀四方，开启疯狂屠戮模式。开战前便有过吩咐，此战不接受任何投降。而后异族们逃，赵家军追，一路狂飙不停。在此期间，掉队就是死，一个时辰、2个时辰、3个时辰，众将士满脸亢奋的追杀。1日之后，大金王朝主力军队彻底崩溃，只剩下零星士卒成功撤回草原之上。而赵家军亦没有见好就收，一路掩杀过去。80万大军浩浩荡荡扫荡整片草原，路遇大金王朝的部落时，直接来个鸡犬不留。随着时间推移，草原上满是腥风血雨。第3天傍晚，大金王朝首都天狼城内核心区域，异族贵人们载歌载舞，充斥着欢乐气息。定远侯这家伙终于要被弄死，以后吴大金必然会入主中原，成为新霸主。然而就在这时，几个浑身带血的残兵败卒在几名异族守卫的看押下出现，而这些被吓破胆的人尖叫着胡言乱语：“赵军兵打过来了，快逃！大家快逃啊！”瞬息间，现场喧嚣戛然而止，众多贵人脸上浮现出各种怒意与不满。混账！谁让你们带这些疯子上来的？赵齐都已经要被大凤女帝弄死，怎么可能打过来？妖言惑众，立刻当斩！开什么玩笑？这可是天狼城，是吴大金首都。不远处个个显赫的身影，嘴角不约而同地勾勒出一抹嘲讽，犹如冬日寒冰般冷冽，高坐其上。那位头戴狼皮帽、身披繁复黄金饰物的大金王朝帝王，更是朗声大笑，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愉悦。然而就在刹那之间，激烈的喊杀声如潮水般涌来，瞬间冲破云霄，铁骑踏破天狼城，倾覆大金国，斩灭异族。一时间，那些高高在上的异族贵族们乱作一团，人人面如土色，惶恐不安。霎时间，现场陷入了混乱，尖叫声交织成惊慌的交响乐。快看，他们打过来了！城池真的遭受到了清洗，城门之下，眸中闪过一丝狠厉，而后再度挥戟，力道更甚往昔。城门在震耳欲聋的轰鸣中彻底崩溃，化为漫天飞舞的木屑与断片。众将士，随我冲锋陷阵，杀他个片甲不留！号令既出，以戟当先，如猛虎下山，闯入天狼城中。此后，我的身影在战场上穿梭，方天画戟上下翻飞间，每一击都精准致命，收割着一片又一片异族性命。一路上遇到的异族也不是一挥手之敌，其他赵家军的将士虽有些神色疲惫，但依旧亢奋无比。毕竟这种马踏天狼城的机会，可是不知多少年来边疆士族的梦想。片刻后，我便杀入大金王庭内。赵齐，是你！该死，竟敢不顾金凤两国友好开战，难道是不想活了吗？异族帝王眼中满是惊怒，奋力地咆哮着。众多贵人表现亦十分类似，各式谩骂顿时出现。该死的赵齐，你竟敢违抗自家主子的旨意，绝对死定了！擅自攻击吴大金王庭，你这是掀起战争！而我也懒得跟这些脑残愚昧之辈解释什么，纵马冲锋，犹如虎入羊群，前后瞬息。随着阵阵不可置信的绝望嘶吼，那些异族们尽皆成为了亡魂。片刻之后，城头之上，身着已被染成猩红的黑甲，我咆哮声响彻全城。清空天狼城，除大凤子民外，斩草除根。1日之后，进京擒王，清君侧，再造乾坤。片刻后，无数赵家军士卒狂热的高呼将军威武。与此同时，大凤王朝的京城之中，首相赵贵收到密信，脸上露出阵阵狂喜。赵齐啊，赵齐，这次看你还不死！违抗圣意，连续12道金牌，你这次死定了！就算是先帝复生，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射你，否则可就是将皇家的尊严践踏成尘埃。至于后面所说清君侧造反之事，赵贵并没有当真。作为老对手，亦或是研究最深的敌人，在他的念头里，我绝对不会选择造反。一起而看，不过是对方打算以自身死亡而为大金王朝送葬罢了。对此，赵贵虽然有些可惜大金王朝那些人年年送来的奇珍异宝，但心情还是相当美妙。除掉了赵齐，便
可以权倾天下，想要什么就要什么，甚至可以尝试下更高的位置。想到这，首相眼眸深处涌现出一股股贪婪，仿佛饿狼般盯着皇宫方向。皇宫内大殿中，女帝看着密报，脸上浮现些许怅然若失。哎，忠心是够忠心，可惜太蠢了。区区大金何足挂齿？可惜赵贵这颗棋子抽得太快，只能尽快送下去，送你上路。很显然，这位潜意识中也不会觉得我会造反，哪怕看到了情报，只会觉得有人构陷或者夸大其词。第二日清晨，大殿内在庄严的朝堂之上，密探搜集的情报被公之于众。情报一出，整个殿堂仿若被投入了颗惊雷，气氛骤然升温。此刻，群臣哗然，议论之声四起。下一刻，一名名不同官职的官员纷纷走出。赵齐行事乖张，大逆不道，抗旨不从，意图谋反，简直是罪该万死。启禀陛下，赵齐造反之心昭然若揭，臣请诛其九族。御史大夫所言甚是，臣附议。此时朝堂上，文官也好，武将也罢，大殿之内的众多官员态度出奇的一致，全部想要趁此机会置我于死地。文官们受赵贵的影响，不想让莽夫继续逍遥下去，而武将则是因为现有大部分武将都是世代勋贵出身，根本不想让我这个从小兵爬上来的人一直坐拥大将军席位，骑在他们脖颈之上。见此，首相赵贵嘴角上扬，脸上浮现出得意，仿佛胜利近在眼前。而上方女帝在心底则暗给其中几个判了死刑。虽然她也对我的行事并不满意，但却并不喜欢看着朝堂统一意见。与此同时，我正引领着的80万大军如怒涛般磅礴归来，朝大奉国都进军。就在2、3日后，正当朝堂决议完毕，新一轮圣旨以及钦差出发时，我与80万赵家军已经跨过草原，宛如直插心脏的利刃，一头扎入大凤王朝疆域中，目标京城。此期间路遇城池，各种官吏或吓得望风而逃，或者开门投降。即便是繁华之所，所拥有的战力也不过是上千衙役，跟80万精锐大军相比，完全没有相提并论的可能。转眼之间天亮出发，傍晚之时，我率领80万赵家军已经连下12城。每次抵达之时，都有百姓听闻消息，冒失胡将以云王师。我前身积攒多年的名声，让我不费吹灰之力便获取民心所向。同一时间，大凤王朝帝都朝堂之上，赵齐打出清君侧，出坚定的口号，已率领80万大军挥师南下，10万火急，赵齐连下3城，正朝着京都杀来。报，赵齐造反，已经破了嘉峪城。一位又一位信士如同接力般不停歇，鞍马未下人不息，自遥遥千里的疆界疾驰而来，传递着一桩桩令人震撼不已的讯息。此刻，无论是那姿态高冷的大凤女帝，还是运筹帷幄的首相赵贵，乃至在场的每一位文武百官，无不瞠目结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惊愕之中。什么？造反了？赵齐居然谋反了？可恶的混账！他竟敢竖起这等反旗，真是岂有此理，简直是无法无天！可如今大势已去，那80万雄师赵家军，谁能与之抗衡？他可是敢马踏大金王庭，甚至将金帝斩杀的煞星。面对如此惊破天的消息，有一个算一个，全都当场傻眼了。几息过后，大凤女帝陷入无法言语的暴怒之中。混账！这该死的逆子，简直枉费朕的信任！诛9族，不，必须诛杀10族，以儆效尤。另一边，首相赵贵脸色惨白无比，浑身隐隐发颤。有敌意或者说恨之入骨的对手，才是最了解对方的人。相比其他人，他更是明白我的能力。倘若其真决定造反，天下没有任何人或者大军可以阻止。其他官员们心思浮动，明面上迎合女帝大骂我的同时，暗地里却动了其他念头。片刻后，大凤女帝带着寒意开口大喝道：“好了，别说废话，快说说解决赵齐这个反贼的办法。”闻言，众大臣立即爆发更激烈的讨论。有武将站出开口道：“启禀陛下，微臣以为应立刻发圣旨，怒斥赵齐谋反行为，以20万皇城护卫军拱卫死守京城，责令四方大军从各个方向围剿，彻底消灭这支叛逆队伍。”亦有文臣大义凛然的建议：“陛下乃是真龙天凤之躯，只要站出痛斥反贼镇远侯，那些赵家军的叛逆自然就放下兵器投降。”其他什么诸如发动勋贵世家的势力抵抗，让百姓当人肉城墙等等离谱建议，同样一个个冒了出来。总之，大多数朝臣都觉得打心底去硬碰硬，根本打不过我与那80万赵家军，只有攻心，利用同情心与仁慈。听着群臣的建议，忽然之间，女帝感觉眼前困境似乎并不那么难以逾越，恰是自信被重新点燃，决定御驾亲征，痛斥反贼，平息叛乱。20万护卫军犹如洪流般迅速集结，严密守卫着京城的每一寸土地，内外皆固若金汤。另一方面，我在短暂的整军休息后，再度挥师，势如破竹，接连攻陷6座重镇，其锋锐直指大凤王庭，仿佛一切阻碍都将化为齑粉，铺就通往权力巅峰的道路。京城之外，15万护卫军扎营守护，主帐之内几10位勋贵将领严阵以待。区区一个泥腿子也敢造反，这次吾等就将其硬生生击败，让天下看看什么才是用兵如神。没错，以往不注意，被这小子爬到头上，简直就是最大的屈辱。
也就是他们的运气好，否则有他什么事儿？谋反反贼，这次无赖当先锋，给他一个下马威。显然，这些勋贵出身的将领，大心底瞧不起我这等出身。巍峨城墙之巅，女帝身披龙袍，群臣环绕，左右两侧拥簇的同时，个个神色肃穆，共同眺望着浩瀚天际线。如雷贯耳的马蹄声逐渐放大，令整个大地都仿佛在震颤。紧接着，无边无际的赵家军士卒犹如潮水般汹涌而出，身披铁甲，闪耀着冷冽寒光，在朝阳之下更显威武不凡。片刻之后，15万雄壮的护卫军汇聚成坚不可摧的军阵，与之相对，同样声势浩大的80万大军亦如怒涛般汹涌。两军间沉闷空气里弥漫着迫人寒意，几十位勋贵将领骑着战马上前，主动喝骂着：“逆贼赵齐还不束手就擒！狗东西还不滚出来！你这泥腿子不感恩戴德，竟然造反作乱，受死吧！”另一边，身着通体黑甲的我，带着10几名下属将士，一同从无声散开的通道策马奔腾而至。此刻，勋贵将领们心头的激动之情愈发沸腾，咒骂与挑战的声浪较之先前更甚3分，空气中弥漫着紧张而炽烈的战意。期间，某年少气盛的勋贵小将尤为显眼，猛地驱动坐骑，脚尖身影在马背上跃动，手中长枪舞动如龙，银光闪烁间高声呼喝：“吾乃御前左将军下属参将，不忠不孝的逆贼，还不速速受死！”闻此言，我身旁的下属有些忍不住想要上前将其斩杀，但我对于这自古以来的斗将传统显然看不过眼。在我看来，用阵前斗将来增长士气，本就对赵家军没有太大作用，而我也没有半句废话，果断地挥了挥手，全军冲锋！刹那间，如潮水般汹涌的大军顿时呼啸而出，铁骑瞬息便冲阵杀了进去。紧接着，无数赵家军士卒们更是嘶吼着进攻，悍不畏死。那些勋贵将领见状，纷纷脑子一猛，这完全不按照套路出牌啊！但既然已经开战，那就只能迎敌了。呼喊中，众多护卫军士卒鼓起勇气，挥舞着武器主动开战。在他们看来，这些边疆泥腿根本不足以与王朝精锐军队战斗，只需要一个照面，自己这方定能将对方杀得片甲不留，打得屁滚尿流，狼狈而逃。然而，当两方洪流相撞的刹那，护卫军士卒便知道自己错了。相比大战小战不断，更是马踏大金王庭的赵家军而言，这些人更像是温室里的花朵，除了身材比对方威武，样貌比对方端正外，真到了拼杀时刻，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战力。其中那个手持长枪，想要阵前斗将出风头的小将，更是驱马主动迎上，想要借此斩杀我，将我头颅作为近身之姿。遗憾的是，他过于高估了自身。目光交汇的刹那，那方天画戟如同划破长空的流星，锋利无匹的将其斩为2截，随手将其斩杀。此后也不等那些将领们反应过来，我便杀了起来。恐怖的方天画戟疯狂乱舞，一下一个小朋友，把这些废物尽数杀了个干干净净。几十息之间，军贵将领们纷纷陨落，其旗下士卒们也在转瞬遭受重创。刹那间，军心崩溃的护卫军犹如惊弓之鸟，哭天喊地四散奔跑。昔日的纪律与荣耀亦被无处不在的恐惧彻底吞噬。四散的护卫军士卒向其他方向疯狂逃窜，有一些甚至向城门涌去，哭喊着开门。显然他们已经被打怕了，根本不敢继续参战。见此，大凤女帝两眼瞪圆，满是惊骇与不可思议。不通军事的她万万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即便人数3比1，差距很大，可也不至于呼吸间就打崩了吧。不远处，首相赵贵与众位文武百官皆是面容失色，身体不由自主的颤抖。固然知晓我战场上十分勇猛，但却未曾料到竟如此惊世骇俗，完全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之外。此刻他们心中狂骂勋贵将领，要不是这群王八蛋自信满满，非要率领15万士卒应战，也不至于出现现在这种情况。要按照文官的想法，20万护卫军士卒据城而守，我就是有天大的本领也无法攻夺。但眼下只有5万士卒，现在可就有些危险了。除此以外，众百官同样唾骂着女帝，简直就是猪脑，竟然会同意那么愚蠢的请求。开门，放我们进去！快把城门打开！那群恶魔要杀过来了！溃兵们疯狂嘶吼着，在城门外不断发出呼喊声。城墙上，首相赵贵神态焦急，有些气急败坏的抢先大喊，呵斥着不许开门，以防我趁机挥军杀入，危及陛下圣体安全。射箭，给我射箭，让这些废卒回去抵挡！该死的废物，一个照面就败了，还当逃兵跑回来！灭杀那该死的反贼后，那些混蛋也要统统问罪！瞬息间，无数箭矢射出，很多护卫军士卒当场成了筛子。死亡威胁与恐惧之下，护卫军只能离开城墙，或向其他方向继续逃窜。而赵家军士卒们还真就没有对这些投降之人动手，这也与我下达过的命令有关。毕竟好歹也是同族，相比异族而言，多少留了点情。更何况这些也是我想要收编的有生力量。整个大凤王朝也不能全靠手中的80万赵家军，倘若想要实现心中所思所想，这些人手还是有些不足。另一边，见士卒纷纷投降，首相赵贵气的脸当场就绿了。混账，竟敢向反贼投降，真是该死！必须全都诛9族，以儆效尤。旁边女帝脸色同样铁青，额头隐约有青筋乍起。半炷香后，城外的护卫军已经彻底溃败无踪，要么组团逃跑的没影，要么当场投降成了俘虏。现如今，漫天血腥气息直冲云霄，战场亦是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残肢断骸。我骑着战马，单手持着方天画戟，神色带着丝丝张狂的上前。这个结果，尔等可还满意？这句质问仿佛一张无形巨手，恶狠狠扇在了大凤女帝与众大臣的脸上，让他们神色青红，交错变换个不停。若早知今日，当初又怎敢那么逼迫，或者说不那么急迫？等到我回京述职
实在发难的话，也不会有今天这种境地。此刻看向下方熟悉的那道身影，众人心中有种深深的懊悔，真是失策。万万没想到啊，那赵琦竟然敢如此胆大妄为，一失足成千古恨呐！良久的死寂过后，大凤女帝心中懊悔尽去，只剩下无尽的愤怒，但也无可奈何，她又将难题抛了回来。众爱卿可有退敌之策？此言一出，现场顿时陷入死寂。玩崩了，又想起我们来了，真不想收拾这种烂摊子。此刻众人想法出奇的类似，莫名间全都生出心累，想摆烂的想法。转念思考后，又觉得倘若我带大军攻入后，女帝有没有事还不知道，但他们这些人绝对死定。毕竟对方口号可是很清晰：清君侧，除奸佞。总之，守住才是最好的结果。陛下无需忧虑，此城墙巍峨高达3丈，坚若磐石。那些该死的叛军们手中无攻城重器。此外，护城河深邃广阔，宽也有近3丈之遥。想要跨越这天堑，无疑是痴人说梦。别说区区80万敌军，即便是雄兵100万，也只能突然驻足城下，仰天长叹，无计可施。现如今，只需静候各方大军汇聚一堂，届时定能将逆贼团团包围，一举歼灭，以正视听。一番言辞铿锵，字字珠玑，令在场群臣无不颔首赞同。紧接着，赞同声浪此起彼伏，如潮水般绵延不绝，充盈整个城墙之上。大凤女帝闻此，亦缓缓收起心头波澜，面容重归沉静。当然，那双眸望向墙外时，依旧隐隐跳跃着愤恨与怒火。而另一边，我看着高达3丈的城墙以及同样宽度的护城河，却丝毫没有难为之色。区区10米而已，对正常人来说宛若天堑，但在我看来也就那样了。下一刹那，我潇洒地从身旁几名士兵手中抢走4杆长枪，灵巧地将他们负于背后，紧接着猛地一夹马腹，向着城门所在之处奔腾而去。见此，城上无论是女帝还是大臣们，尽皆震惊地瞪大了双眼。疯了吧？孤身驱马上前，难道准备投降？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快，弓箭手瞄准，给我射死这个反贼！慌乱之中，有些大臣似乎如梦初醒，纷纷喝令周围士卒发动攻击。女帝亦是毫不犹豫，厉声道：“谁杀了赵琦，重重有赏，封侯拜相，赏黄金10万。”墙上站立的弓箭手们闻得号令，霎时双眼燃起赤红之色，心中唯余贪欲翻腾，锁定目标，臂膀用力拉满长弓，顿时万千箭矢破空而出，宛如密集的骤雨自天际倾泻。可我不但没有慌张，反而面露不屑，单手举起方天画戟，瞬息间划过无数残影，破空而至的箭矢纷纷或化为镝粉，或被轻而易举磕得四飞。即便是密如飞蝗的箭雨，面对我这般的存在，竟也显得无力回天，这令万千弓箭手瞠目结舌。我在化解箭雨攻击后，丝毫没有停歇，趁着众人震惊的空隙，已成功抵达城门外护城河边。随后，我从身后拔出刚刚带过来的一把长枪，奋力掷出，伴随着空中突兀出现的音爆声，长枪从手心之上猛然击射而出，紧接着第2杆、第3杆、第4杆，每一杆皆是如此，几把长枪接连不断的破空而出。刹那后，那座摇摇欲坠的悬空木桥终于无法抗拒重力的牵引，一条通向城门的路径展现在眼前。紧接着，我推动着坐骑如离弦之箭般猛冲向前，抵达城门前，手中方天画戟狠狠劈向那紧闭的城门，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城门硬是被撕裂出一道道缺口。仅仅片刻之后，那扇坚如金石的大门终于在一声轰然巨响中颓然崩塌。而后我暴喝道：“城门已开，众将士随我上！”早已做好准备的赵家军将领士卒纷纷涌上，而另一边，大凤女帝与众大臣已经彻底傻眼了。几息过后，各式各样的嘶吼声在所有防卫士卒耳边响起：“给我上！杀了那个叛徒！封侯拜相，金口玉言，都给我上！必须把城门守住！”但绝大部分士卒也不行，根本没有自寻死路的勇气。亦有小部分脑子一热，挥舞着兵器冲了上去。数百士卒从4面8方涌了上去，然后我漫不经心地挥动了几下，霎时之间，疾风交织，血肉横飞。目睹此情此景，剩余的士卒心头震撼，投降的意志愈发坚定，纷纷抛下手中紧握的兵器，或跪倒在地，双手高举。而那位自认为权倾朝野的首相赵贵，同众多文武百官皆惊恐万分，如鸟兽散，争先恐后的逃离这危机四伏之地。原本尊贵无比的大凤女帝，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迫时刻，似乎也被众人遗忘于慌乱之中，不慎被撞倒在地。匆匆奔过时，无情地践踏过她那曾经令人仰望的华服，全然不顾女帝的尊严。但我在破城门前就已经盯住了那些曾经的熟人，策马奔腾几息后，便手持方天画戟出现在众人面前，望着眼前如天神下凡、杀神转世的恐怖身影，这些朝廷官员竟是吓得浑身打颤，甚至有个别几个更是怕得暖流从腿部滑出。最前方身着麒麟服的赵贵颤颤巍巍地拱手，强行挤出个僵硬的笑脸：“赵琦，有话好好说，这都是一场误会。”对此我嗤笑一声：“误会？都打到这儿了，你跟我说误会，早干什么去了？”说完这话，手中方天画戟划过一道冷芒，首相赵贵头颅瞬间离体而去，紧接着无头躯体无力地轰然倒在了冰冷地面上。如此骇人的场面，顿时吓得众大臣齐刷刷跪在地上，那叫一个整齐。在跪下的同时，还不忘高声呼喊，为自己进行辩解：“赵大将军，这一切都是赵贵这个奸佞在捣鬼，杀得好！这个该死的赵贵简直罪该万死！下官与这个奸佞赵贵毫无关系，求赵大将军饶恕吾之性命。”事关生命，这些
些大臣一个个简直影帝附体，要不是我自始至终都十分了解他们，还真容易被骗到。可惜这注定了白费功夫。还滴着鲜血的方天画戟再度高高扬起。就在这时，有些狼狈的大凤女帝满脸寒霜的高呼：“住手！赵齐，你当真要造反不成？”语气中满怀愤怒。然而我却肆无忌惮地扫视着这个冷艳女子，理所当然地开口道：“没错，我就是在造反。柳若曦，恭喜你成为了大凤王朝的亡国之君。”闻此言，大凤女帝面色骤变，霎时惨白如纸，不由自主地踉跄后退。她怎么也没料到我竟会如此直言不讳，连丝毫的掩饰都不屑施加。早知今日，当初就不应该。此刻大凤女帝柳若曦心潮起伏，良久，那紧绷的情绪才渐渐平复。赵齐，王臣这么信任你，不过是试探，竟然公然造反，有种现在就杀了朕，让天下百姓好好看清你这不忠不义的真面目。说着便闭上眼，女帝深知大局已定，心中仅存的念头便是激怒我，渴求一死，以求解脱，免遭那难以言喻的羞辱与折磨。但很可惜，相比于我曾经的网络对喷记忆而言，如此软弱无力的谩骂，甚至还透露出几分傲娇与可爱。一息之后，方天画戟宛若风雷舞动，瞬间划过道道残影，霎时声声惨叫响起，数十位重臣在刹那间悉数陨落于我手中。整个过程，他们连反抗的余地都未有。而柳若曦听到那些呼喊，身子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她登基不过寥寥数载，芳龄不过双10，面对生死，远非表现的那般无惧无畏。这是一只大手环绕腰间，感受到这些，柳若曦不由自主地睁开了眼睛。瞬间，眼前景象令她心惊胆战，遍地狼藉，在阳光下反射出诡谲的光影，与之混杂的是渐渐官服的残片。柳若曦脑子一空，先是呆愣，紧接着无名之火涌上了心头，愤怒地吼着：“赵齐，你这混蛋，知不知道这些乃是中枢重臣，负责大封各种重要事务，就算是改朝换代，可你将他们都杀了，拿什么来治理国家？难道不怕天下大乱吗？”然而面对他歇斯底里的质问，我嘴角却升起丝丝玩味。除了脑子不好外，这蠢萌女帝心地倒是还不算太恶劣。当然了，在某些方面上还得好好教育一番。你把这些废物想得太重要了，有时候治理天下并不需要这些，至于他们的作用，放条狗上去一样能做得很好。听着我不屑一顾的反驳，女帝柳若曦更加愤怒。你这匹夫，说他们不重要，我还能容忍至今。对于这些，我只是撇撇嘴，然后轻轻捏了捏她的细腰，同时玩味开口：“那就拭目以待。”你这个卑鄙下流的反贼！片刻后，我以不容置疑的姿态抓着咬牙切齿的女帝柳若曦，昂首阔步迈入辉煌皇宫之内，两侧挺立着威武不凡的赵家军士卒，如同铜墙铁壁般，整个皇宫内外尽在掌控之中。我毫无顾忌地坐在龙椅上，方天画戟随手放在旁边，似笑非笑地对着女帝开口：“柳若曦，你也不想被抓起来的那些大凤皇族成员们出事吧？”短暂沉默过后，柳若曦脸色变幻不停，情绪意识反复波动，又羞又怒，而我却神色玩味，隐隐带着一丝得意。就当她忍着悲愤想要主动上前时，在众将士的监视下，众多朝臣被赶鸭子般驱使到殿内。此时我摆摆手道：“先到旁边站，乖乖当好吉祥物。”听闻此言之后，大凤女帝松了一口气，情绪稍稍缓解了不少。另一边，群臣涌入殿堂，当他们目光触及那尊贵皇座上时，心中无不涌起惊涛骇浪。虽曾风闻赵齐率军秦王，却万万未曾料到，此刻的我竟能端坐于龙椅之上，而那位往昔的女帝竟温顺的如同势力一旁的女仆。此等前所未有的颠覆之举，无疑揭示了我的勃勃雄心。什么秦王，什么行军策，不过是掩人耳目的说法罢了。想到这，众臣脸色巨变，霎时便有官员挺身而出，愤慨之情溢于言表，怒指龙椅之上的身影：“赵齐，尔竟敢僭越尊卑，端坐龙椅！”这天子威仪如无物，速速退下，以免羞辱加深。此时还有3、4名朝臣跟着争相附和。那位子岂是你所能觊觎的？还不滚下来！一介草莽匹夫，竟也妄想触及95之位，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简而易见，我那平凡甚至说低微的出身，在这群不是出生于名门望族，就是出自显赫世家的朝臣眼中，无异于尘埃，且无时无刻都在遭到他们打心底的蔑视。即便如今时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亦无法改变。那根深蒂固的傲慢，仍驱使他们做出无异于自掘坟墓的行径。或许在这些人心中，人出生便分为3、6、9等，可我深知这天下是人民的天下，人理应生而平等，而天下理应为公。我挥了挥手，语气淡漠中透露着残酷无情：“来人，将这几个白痴拖出去就地斩首。脑子是个好东西，希望你们下辈子能长出来。”话音落下的瞬间，10几名赵家军士卒便毫不犹豫地将人拖走。观此情景，诸位大臣顿时心神动摇，接连数人踏步而出。侯爷，御史刘大人仅是失言之过，其罪尚不及生死之叹。我常向来以宽容著称，从未有因言获罪之先例。侯爷您如此独断专行，可曾虑及天理轮环？此举未免过于严苛。听闻我从容地点了点头，眉宇间透着深思熟虑后的坚定，却乎言之有理。此语一出，身前数人瞬时脸色舒缓，眼神中透露着孺子可教的洋洋得意感。然而还没等他们再次开口，我便直接下令，顺便把这几个白痴也一起拖下去斩了。真让人晦气，如此浅显的过失竟也会犯，难道在你们心中朕还不值
值得被尊称一声陛下？非常的直白，直白到令在场群臣头皮发麻，神色呆滞。你竟然要造反，这不是很明显吗？朕就是在造反，现在才看明白，也是个废，拖下去砍了。又是连续好几个不知死活之辈，还没说完，便落得跟前面那些同样的下场。整个过程我淡然自若，仿佛吃饭喝水，短短10几息，便判了将近1/5剩余朝臣死刑。混乱中有朝臣怒声咒骂，也有朝臣则大义凛然，面无惧色地迎接死亡的拥抱。此外，同样更有朝臣惊恐万分，纷纷祈求怜悯，姿态卑微至极。我以淡漠的目光扫视着众人，目光仿佛死神镰刀般划过之时，令他们瑟瑟发抖。少顷一位朝臣终是按捺不住心里的压迫，疾步而出，姿态谦卑，眉眼间尽是谄媚之色道：“恭贺陛下，贺喜陛下，一举铲除愚昧昏聩的大凤王朝，荣登95之尊，开启我朝新纪元。微臣拜见陛下。”陛下得为乃是天命，就找辅秀，唯有您可带领天下黎民百姓走向新生。见此，我脸上浮现些许笑意，语气带着丝丝轻蔑，还挺识趣，那就暂且留你们一条狗命。不远处，女帝看得心头滴血，脸上更是怒意升腾。她万万没想到，这些墙头草竟然到得如此之快，而且那些家伙在极力称赞我的同时，更是拼命抹黑自己，简直恨不得拔剑当场砍死这些混蛋。但深明皇位之上那人的恐怖战力，柳若曦亦不敢妄动。我随即一挥手，让这些朝臣退下，又令士卒们到殿外。紧接着，目光火热地看向旁边的蠢萌女帝，是时候发起战斗的号角了。虽然地方有些不合适，不好直接吃正餐，但可以收点利息。随后，我强势地将柳若曦拉了过来，嘴角带着丝丝笑意。而柳若曦则是意识到了自己接下来的惨剧。半炷香的时间缓缓流逝，我终是畅快地吐出一口长气，一脸惬意。而不远处，柳若曦则倚靠着柱子颤抖不已，经过一番艰难调整，才勉强平复下来。她满目哀怨地瞪视着我，心中交织着怨恨与愤怒，却只能无奈接受这番羞辱。对此，我选择彻底无视，一脸坏笑地坐上了龙椅。不远处，大凤女帝看到某人脸上挂着的邪魅笑容，瞬息间怒意如烈火般在心中腾起，脸颊霎时涨得通红，牙齿紧咬，而后几乎失控的恶狠狠咆哮道：“可恶至极！这卑鄙小人，你给我记住，无需太久，天之下芸芸众生定会揭穿你那层虚伪的面具，识破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暴虐本性，届时报应自然就会降临。”听闻此声，我扭头一看，刚好瞧见某女帝乃为十足的恶虎咆哮姿态，这反差感、御姐身、冷艳脸、萝莉性格，这瞬间我开始蠢蠢欲动。我站起身，随手将女帝柳若曦扛在身上，大步走向殿后休息寝宫内，必须要好好教训教训她，让这个曾经的大凤最高贵的女人知道明白什么叫做尊卑有别。混蛋，你又想干什么？还是白天，还是白天！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此同时，大凤王朝的辽阔疆域内同样风云变幻，暗流涌动。诸多镇守边疆的大臣，乃至显赫的王侯贵胄，在获知赵远侯赵齐统帅大军进京擒王的消息后，亦是满脸震惊。在他们看来，对方竟然造反，实在犹如天方夜谭一般。正常而言，慷慨赴死成就中军之名，才是真正可能出现的情况。不过短暂的沉寂过后，这些大臣与王侯们立即兴奋起来。如今的情况对他们利益更大，无论谋夺权力也好，亦或是顺势抢了天下也罢，全都是再合适不过了。有了我在最前方背负骂名，后续阻力实在是太小。各个不同区域，一名名王臣们不约而同开始发号类似的命令，召集部下进京平乱。哈哈哈！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时机已到，随吾进京。嘿嘿，柳若曦，这皇位你既然坐不稳，那就让叔叔来做吧。整个大凤王朝一夜间步入紧张氛围，就连民间百姓也感受到了危机。此外，那些怀揣着不好意图的阴谋家同样召集亲信，四处散播我谋反的消息，一系列脏水与黑锅尽数扣在了我的身上。但紧接着，后续密探传回的消息将很多人直接打懵了。什么？15万护卫军一个照面就被杀崩了，枪出断桥，单人破城，屠戮群臣，造反称皇！开什么玩笑！胆大包天，当真是胆大包天！区区一个泥腿子出身的下等人，哪来的勇气妄想成为新皇？必须先砍死这个狂妄之徒！显然，在这些人眼中，我从来就没有与他们处于同一个地位。与或自身来自于千年世家或祖上高贵的人相比，源自最底层的我，赫然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异类。而跟其他人不同，自然就会受到敌视。不久后，四方各个起兵王侯们一股脑率领麾下大量军队，齐刷刷直奔京都。而另一边，连续几日，赵家军将领与士卒们都在疯狂对那些奴役百姓的贪官进行抄家，所到之处，悲泣与哀嚎交织成一片，绝望的哭声在空气中回荡不绝。以往如此，现在亦没有丝毫变化。这并非我可以改变，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以往这些人养尊处优，过着平凡百姓一辈子也体会不到的奢靡生活，这些获取的东西都是建立在黎民百姓血泪之上。他们既然享受了，现在也是时候进行偿还。可怜这些人，那谁来可怜那些饭都吃不饱、
想活着都难的真正底层百姓们呢？天牢之中人满为患，无数曾经高高在上的贵人们，现如今变成了阶下囚。皇宫之内，我大马金刀坐在龙椅上，听着下属将领的汇报。禀陛下，反贼赵贵等167人家眷已经尽数伏法。除此以外，指责此举杀戮过甚，有伤天和。旁边听到这些，前大凤女帝柳若曦亦忍不住插嘴道：“如此屠戮，确实有伤天和，怕要不了几天，你就会被推翻。”听闻此言，下方汇报的将领们一言不发。虽然柳若曦已经成为了亡国之君，但却同样成为了我的枕边人。即便有忤逆言论，也不是这些人可以怒斥的。一切都要看某人的意思行事。可我并没有动怒。杀戮过甚，有伤天和，真是太可笑。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不过是为了糊弄人罢了。朕看他们不是劝，而是真真切切感觉怕以后自己也有这么一天，想要阻止最坏的结果，提前留下条退路罢了。可惜在朕这里，这点小伎俩根本行不通。说罢，我森然威严横扫内外，语气冰冷的再次开口：既然能享受曾经的权势，那就必须一并接受付出悲痛代价的结果。朕不接受任何妥协，也不接受任何所谓的劝慰，一并激法下狱，有意者杀，无意者贬为苦力。前大凤女帝顿时咬牙切齿：混蛋，迟早有你哭的那一天！就在这时，有人上殿，急得头盔都跑掉了。启禀陛下，前王举兵20万，已经直奔京都而来。话音未落，又有几名士卒匆忙来报：陛下，大事不好，河王举兵30万，秦王进京。报西南封疆大臣霍天举兵15万，北域镇北大将军起兵20万。零零散散加在一起，已达100万之上。柳若曦闻声，脸上露出冷笑：听见了吧？天下皆反，现在你又能如何？百姓他们本就没有发言权，只会被世家驱使代表。而我听到这些军情，不由反喜。那又如何？所谓天下，他们能代表哪子天下？天下为百姓之天下。区区100万大军，汉吴一战定乾坤，令全军整备，随时准备应战。下个瞬间，众将士神色肃穆中带着狂热，丝毫不怀疑我的狂妄之语是否能够实现。对此，前大凤女帝柳若曦却眼落轻蔑，似乎懒得再劝说一个装睡的人醒来。事实上，对于我而言，等的就是这个时候。一转眼间又过去10几日，各路的秦王大军已然汇聚到了京城之外，他们之间怀着不同目的互相牵制，谁也不愿做出头鸟，只等人齐后放才准备攻城。毕竟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道理谁都明白。至于我也不想多费事，同样在等人来齐，一战结束全过程。这几天闲来无事就宠幸柳若曦，在其咬牙切齿的神态中欺负他。另一边，京城内各个还未被波及的朝臣以及世家中，亦在进行着密谋。在这段时间，我丝毫没有按照以往朝代变更时的惯例进行安抚，反而肆无忌惮地抄斩着这些自认为身份高贵的层级。屠刀威胁之下，这些人只能用苟延残喘来形容。时至今日，能有幸颠覆奸逆，或说根除我这等凶残之辈，自是不会错失良机。残存的各方势力皆暗中使出独门手段，与外界的秦王大军搭上线，彼此间的勾连悄然成型。刚入夜，仿佛有默契般，各势力几乎同时启动了蓄谋已久的计划。杀呀！占领城门，铲除那伪帝！然而那支由家丁仆役与忠诚死士拼凑而成的混杂队伍，才靠近城门，便猛然间遭遇了伏击。中计了！这分明是个陷阱！可恶，我们被算计得如此彻底！霎时间，万千箭矢破空齐飞，许多人不及反应，便被密集箭雨钉在地面上，变成了触目惊心的活人刺猬。凄厉景象令人不寒而栗，突如其来的箭雨犹如天谴般，让这支杂牌军付出了沉重代价，死伤枕藉。紧接着，一支支镇守军士卒组成的精锐队伍从四面八方出现，将这些人包围。城墙上，我面容冷峻，凝视着下方那惨烈至极的场景，表情没有丝毫波澜，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那些残存势力在拼死一搏，我又何尝不是在钓鱼，顺手将这些不安定因素抹去。在此后，也算是更加出师有名。世上一切矛盾都源于各阶级资源分配不平衡，虽然无法永久消除，但只要消灭某个阶级，自然可以将矛盾暂且推移到以后。现在不过是小试牛刀罢了，真正的流血时刻还未完全来临。不远处，同样目睹这一幕的柳若曦脸上露出丝丝不忍。杀戮是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的。我冷冷地回道，但可以解决制造问题的人。城外潜藏在黑暗中的各联军看到这一幕，亦只能选择退去。既然无法取巧，那就只能真刀真枪的硬碰硬了。次日黎明，城门外各势力联军汇聚成一股气势恢宏的洪流，黑压压的士卒延绵不绝，令人心生敬畏。各路势力的首领与高层人物犹如群星荟萃，一个个聚在一起，周身环绕着清新与精锐，脸庞上挂着精心雕琢的虚假笑容，彼此间展开了错综复杂的交涉，言辞之间都暗藏着权谋与算计的无声较量。在他们看来，首日也就是互相放狠话的阶段。前方不远处，负责喊话的下属正在齐声呼喊着反贼猖獗。总之大体意思就是唾骂我反叛行为，会自身率军前来披上层伪善的外衣，顺便再打击一下赵家军的士气，提前削弱对方反抗情绪，为接下来的生死大战做好提前准备工作。在那呼喝者身旁，簇拥着数名来自各方势力的勇猛将士，逆贼、奸贼、恶贼可敢一战。他们纷纷齐声高呼，是要展开斗将之战。此情此景与前者相比，无外乎动摇军心
心、打击士气等等。然而，对于见识过我非人表现，并且跟随我马踏大金王朝皇庭的众赵家军而言，这原本应该起到的作用丝毫没有产生。在其看来，外边叫骂的那些白痴们根本不懂什么是军心，更不懂什么是民心。城墙之上，我看着下面的场景，脸上划过丝丝狂笑，手一伸，方天画戟在阳光下闪耀着寒芒。下个瞬间，众将士可有胆量与朕出城迎敌？话语方歇，空气骤紧，以我为中心席卷四方的呐喊，起初如闷雷在胸，最终咆哮如同烈火燎原，点燃了整个京都城。50万赵家军的勇士们无一不被这股激情所吞没，心脏与血脉共鸣，手中兵器在阳光下闪耀着冷冽光芒。众人齐齐扬手，向苍穹发出震耳欲聋的狂笑。城外百万雄师闻声，霎时面容失色，惊骇之情溢于言表。无论是正慷慨陈词的文臣谋士，还是那些豪言斗将，来自各方势力的悍勇将士，乃至那些位高权重、实力超群的首领们，无不在这一刻心绪动摇，面色巨变，或被那如潮水般涌来的愤怒吼声所震撼，胸中翻腾；或在心底暗暗权衡，利益与风险如同天平两端摇摆不定；更有甚者心中忐忑、焦虑难安，种种情绪交织缠绕，织就错综复杂的画卷。在这时，那座不久前刚经历修葺的城门在轰隆巨响中开启，瞬息后，我身披黑甲，傲然跨坐着雄壮战马出现，在晨光下，手中紧握的方天画戟闪烁着丝丝冷芒，而后我一马当先，如同破晓时分的第一缕光芒，锐不可挡地冲出城外。各势力大军中，我麾下众将同样紧随其后，他们个个身经百战，眼中燃烧着不屈斗志，誓死追随。盔甲与兵器在阳光下交相辉映，散发着森然杀意。面对着数量上远超几倍的敌军，我没有选择龟缩于城墙之后，相反主动挥师出击，将被动转为主动。狭路相逢勇者胜，而挂逼更是可以战无不胜。见此一幕，那各势力头领当场就看傻眼了，紧接着又醒悟过来，脸上洋溢起嘲讽笑容，且大声讽刺着：匹夫就是匹夫，连这么简单的激将法都中了。那家伙都称帝了，居然还跟当将军时似的主动冲锋在前，真是没脑子。还以为能有多难，没想到竟然如此。来之前多少有些高看这个泥腿子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要杀了他，赵家军不攻自破，吾等联合100万大军还能被打败？哼，那赵齐简直是自寻死路。看来无需再分别进攻，现在正好直接搞定那个无脑反贼。而另一边，那些原本在前方念着习词的文臣谋士们，有些慌忙地向后离去。他们也没想到，我竟然不按照套路出牌，口水战才刚开始，自己等人正准备大展英姿呢，居然二话不说直接开战。莽夫，真是莽夫！然而，旁边叫嚣斗将的那些各势力将士们，则脸上露出狂喜。最终目标伟地就在眼前，倘若能斩杀我，可以说这场大战便可以博得头筹，建功立业，荣华富贵，扬名天下，全都近在咫尺。想到这，便一窝蜂嚎叫着举着兵器，主动上前迎了上去。伟帝受死！吾乃西南大将刘子渊，特来杀你！但几息过后，两方相遇的瞬息，方天画戟在空中划过，这一瞬音爆炸响，众敌将只感觉耳鸣目眩，然后就再也没有了。然后10几个战斗力不弱的将领直接被秒杀了，绝大部分唯有2个反应晚了，没有赶上第一波攻击的漏网之鱼，成功活了下来。见到眼前非人一幕，2人脸色转眼惨白，当即吓破了胆，想要逃走，但现在才想着跑，已经来不及了。路过的我又是顺手一招，再度将这2个余孽斩杀，全程就像吃饭喝水般轻松，甚至都没有多看这10几个将领一眼。自始至终，我的目标都很明确，便是那些势力的头领和高层们。这100万大军看起来庞大，但只要能够做到在千军万马中斩敌手如探囊取物，可对于前世在高武世界当了数百年缩头乌龟的我而言，今日一战又怎能不尽兴？同一时间，也看到这场景的众多势力头领亦被我的表现给吓得瞪大双眼。那还是人吗？子渊可是能举起200斤师所的大将，竟然被就此打倒！来人，快来人！当初那个赵齐，别让他过来！斩杀伪帝者，赏10万金封侯。众将士何在？建功立业就在今朝！那些首领们在心头震颤之余，纷纷挺身而出，高声疾呼，话语中带着无法抗拒的诱惑与重赏承诺。闻此豪言，万千士卒与将领们顿时胸膛起伏，眼眶里仿佛有无尽贪欲在燃烧，满是激动与渴望。但那如潮水般呼啸响彻云霄，众人奋不顾身地汹涌而出，汇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冲杀而去。而我毫无惧色，反而猖狂大笑，手中方天画戟肆意挥洒，哀嚎之声此起彼伏，交织成一曲哀歌。转瞬战场化为修罗地狱，一片狼藉。区区普通士卒与将领根本无法阻挠丝毫，他们就犹如螳臂挡车般，呼吸间便被碾碎成渣。不经意间，我便再次斩杀数千敌军。面对这骇人一幕，那些贵人们无不失色，心中恐惧如潮水般汹涌。在这个瞬间，部分头领仍旧声嘶力竭地命令士兵前去阻挡，声音中难掩颤抖。剩下那些则在清兵严密护卫之下，仓皇向更远的安全地带撤离，背影显得格外狼狈。在这些人心中，生命比任何珍宝都要来的沉重。
然而现在想撤，却只能说为时已晚。更何况自始至终来讲，我的目标就是他们。就算想逃，也要看我想不想放。片刻后，原联军重地，我挥舞着寒光闪烁的兵器，如龙腾般迅猛杀到身前不远处，数十名敌方亲兵飞蛾扑火般的挡着。可惜我仅轻描淡写的一击，便如同冷酷的裁决者，将那些勇敢却命运多舛的灵魂尽数收割。此刻，2名尚未能逃离的首领身躯不由自主的颤抖，发出惊恐万状的喊叫：“吴靖王是也，你不能杀！吾等皆出身王族，跪就之后。”刹那间，一道耀眼银芒划破长空，伴随着2声沉闷的响动，2颗血光猛然冲霄。在此之后，我冷眼睥睨着那2张凝固着无尽惊恐与不甘的面容。不能杀，朕偏要杀。王族真是可笑之极的称谓，在朕眼中，你们不过是苟延残喘的旧朝遗孤，前朝余孽罢了。说着，顺手将2个帅旗当场砍落。四周士卒目睹此景，无不惊恐万状，尖叫声响彻云霄。靖王怒了，康王殿下遭遇不测，快逃！话语间，恐惧如同瘟疫般迅速蔓延，无数士卒脸上都写满了绝望与慌乱。与此同时，80万凶猛如狼、悍勇似虎的赵家军士卒与将领们，在战场上亦展现出恐怖战力，仿佛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硬是将敌军阵线冲撞得支离破碎。另一边，我锁定逃走的诸王，老四猛虎下山再次冲杀过去，错过之处掀起腥风血雨。但凡路上阻挡的士卒亦或将领，皆在瞬息间倒下。被追杀的头领拼了命的逃，随着时间无尽增加，一位位出身显赫、曾高举旗帜打着征讨反贼旗号的人，最终皆化作亡魂，陨落在历史尘埃里。半个时辰后，我身着已经被鲜血染红的盔甲，屹立于无数将军恐惧的眼神中。赵家军士卒与将领们一举起染红的兵器，狂热的高呼不断。城墙之上，同样看完整个过程的大凤女帝，脸上亦写满了骇然、震惊、恐惧、后悔等等情绪交织。倘若她早知我有这种恐怖战力，也不会傻乎乎的作死，只会将我像祖宗一样供起了。然而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而另一边，赵家军士卒与将领们开始打扫战场，此役攻破联军120万人马，造成对方20万死伤，溃卒40万，收缴俘虏60万。原本80万赵家军亦因此损伤万余人。到了后来，联军士卒与将领们看见我的目光，二话不说便吓得嚎叫着表示投降，武器通通丢得老远，双手高举跪在地上，生怕一个不顺眼便被顺手砍杀。为此我没有彻底走火入魔，到俘虏都杀。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些兵士并无过错，他们也只是听命行事罢了。此后几日，京城内再度掀起腥风血雨，之前的那些漏网之鱼们，以及曾经搜刮民脂民膏的世家势力，全部遭受大清洗，数不尽的金银珠宝从座座奢华府邸内运了出来，将原本有些空荡荡的国库都塞满了，甚至说临时建了8个大型仓库，才堪堪塞下。对此，一直在执政期间为钱财头疼的柳若曦，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不住咒骂那些该死的世家为国之蛀虫。虽然他本身就将那些势力当作检出目标，进行集权时的阻碍，但也万万没想到居然藏了这么多金山银山。倘若早知道，就算承受骂名，也会疯狂抄家。假如早早拥有这么多财富，也不至于毫无还手之力。当然了，实际上而言，这就是想想罢了。看过我在战场上的飞人表现后，柳若曦心里就明白，只要我想反，即便100万大军也没办法阻止。数日之后，京都战役的轰动消息如疾风般席卷了四面八方，一刹那，众多显赫世家与势力皆闻之色变，心生骇然。赵齐单枪匹马就破了100万大军，斩杀18位王侯，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区区匹夫一个泥腿子罢了，他怎么能？各个不同府邸内皆传出类似的不可置信尖叫声。这一日，亦有不知多少精美器具被摔得粉碎，但无论他们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罢，事实都不会因此改变。转瞬之间，随着一支支威风凛凛的赵家军队伍赫然矗立于城池之外，那震撼人心的气势，让所有的怀疑与不信都变得苍白无力。铁一般的事实，如同晨曦之光穿透了深夜帷幕，让人即使闭目塞听，也无法再逃避其光芒万丈的存在。于是乎，睡石湖将以迎王师的场景在各地四面开花，那些本土势力们的掌权者，一个个面带谄媚的主动屈服。前后不过10几日，吴朝便彻底取代大凤王朝，站在他的尸体上重新焕发生机。此时的大殿上，我坐在龙椅上，看着下方稀疏的朝臣以及大量的将士，微微皱眉。经过2轮清洗，还活着的前朝文臣已经所剩无几，再加上新制度出现，3公之位空缺，9卿之位也是矮个子里拔高，由某些人临时负责。这样下去可不行。听着寥寥无几的朝臣请求下旨寻找大贤为国效力，担任职务，我想了想便同意了。虽然不想这样，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便是想要学习前世朝代开科举，收寒门子弟为官，可现如今却没有足够的人认识字，国家还需要运转，让那些大字不识的士族们以及满脑子陛下无敌，只想冲锋陷阵的将士们赶鸭子上架，还是有些太过于为难人。如今还是需要先找些人过渡才行。下朝以后，我回到后宫，只能找柳若曦去火气了。治国第1天砍太快了，早知道留点人好了。找柳若曦去火气。治国第2天，这些将士除了陛下无敌外，只会冲锋陷阵，
没有一点头脑。头疼去火，治国第3天，心烦去找傲娇女帝，真好玩。又是10多日后，皇宫深处，我躺在龙床上，连续的治国居然让我感到无比疲惫，而柳若曦则舒展着娇躯，慵懒十足地说道：“现在知道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了吧？当初吾便是如此，天天头疼各种事情，希望你能坚持得更久。”我挑了挑眉，脸上挂着玩味。不够久吗？那就让你好好见识一下。你个逆贼，又要做什么？而另一边，参与朝臣派遣下属们去往五朝各地请人，却遭遇了滑铁卢。老夫年事已高，让新帝另请高明吧。送客。某传承远远的顶尖家族。区武夫也配让吾等效力？滚吧！无论孔家还是其他任何学子，都不会有人为篡夺大奉正统的国家效力。无数不同的地方皆出现类似的情况。10几日后，大殿之上，听着朝臣沮丧着脸汇报的相关情况，我脸色宛若寒冰。好，朕真是给他们脸了。既然不愿意为国家出力，那就该承担后果。听到这一席杀气十足盛言，几名朝臣当即跪下，大声阻止道：“此举必将天下大乱，这会毁掉整个五朝。不可！是啊，陛下，这会毁掉整个五朝，也会让天下大乱。”然而面对此等言论，我露出冷笑。既然那些所谓的世家们不配合，就别怪我直接掀桌子。不想好好玩，那就都别玩了。总之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与此同时，一只飞鸽带着残酷使命从京城飞出，跨越千山万水，直奔各个城池。而那些世家势力们在挥斥方遒过后，亦大摆酒席，开怀畅饮的同时，说着类似的蔑视言论。区篡国者没有任何背景和祖上余荫，只是靠着狗屎运起来的泥腿子，也配让吾等效力？真是个天大的笑话！就在这时，一群赵家军士卒怒吼着咆哮而入。见此，众文人先是大惊，而后怒声道：“该死！这是慕容世家，你们这些匹夫竟敢如此！”可没等说完，士卒身后便传来将领冰冷的审判话语：“慕容世家罪不容赦，奉旨抄家。”下个瞬间，士卒们红着眼睛，挥舞着兵器开始清理。期间，慕容家主看着一个个亲属，一个个原本可以带着家族走向繁荣的中流砥柱们死亡，状若疯狂的气血嘶吼着：“该死！吾慕容家有何罪之有？”后方将领语气淡漠，轻飘飘地传达着我批下的罪名：莫须有。在临死的瞬息，慕容家族听到这3个字，恍如被电击般心头狂震不已。莫须有，这是原大凤皇朝那些文臣们曾经默默安在袁振远和我身上最大的罪名，现如今又被用在屠戮世家势力的身上，因果循环，天道报应。怒急攻心之下，刚要准备反击开骂时，一名士卒便挥手砍死了他。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在同一日的苍穹之下，16家显赫世家的辉煌灯火骤然熄灭，惨遭灭门之祸，且家业被无情的剥夺。这一连串惊天动地的事件，如同狂风暴雨般席卷了整个五朝。这个新生国度瞬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与震撼。可我明白，要让一个以人为本的国度获得兴盛，这是必须要做的一步。百姓已经苦得太久了，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是怎么活着的。而我清理掉这些贪官污吏、祸害百姓的世家的原因，就是要告诉百姓要怎么活，要怎么样才算活着。外界风起云涌，变幻不停。然而京城皇宫大殿之上，给朕死命的背！2个时辰背不会，赏20军状。明天随机抽查，错误1次10军状，不设惩罚上限。我指着简陋模板上的拼音字母，一边读一边教，同时还不忘发出威胁。下方不远处，一群面容愁苦的将领正焦虑地抓挠着头皮，神色近乎崩溃。对于这些目不识丁的粗犷汉子们而言，近来日子过得如同身处炼狱，痛苦不堪。不远处，前大凤女帝柳若曦款款走到身旁，看着旁边这位越来越看不懂的男人，心中写满了费解。倘若将那活字印刷公布，自然可以引发文坛盛世，造就新朝昌盛。可你却采取暴力手段，不惜名声强横地清洗所有氏族世家。听到这话，我嗤笑一声：哪有为什么？不过是朕愿意罢了。等到强制推行，所有黎民百姓都认识字，朕倒是想看看那些所谓的读书人还有什么好得意、好自豪的。届时场面一定很有趣吧。而另一边，大大小小的世家、宗族等势力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种种筹备工作，仿佛盛大幕前的序曲悄然奏响。明面上，五朝风平浪静，宛如镜湖无波，深邃而宁静。然而在那不为人知的暗流之下，却是风云际会，暗潮汹涌。各路阴谋家、野心家们暗中角力，蓄势待发，只待风云变幻之际一飞冲天。随着时间缓缓流逝，赵家军的扫盲工作正在以飞速狂飙。曾经为几十亿人完成消灭文盲、做出巨大贡献的拼音字母，在这个世界中同样展现出了应有的威力。加上死亡危险的刺激，基本上所有氏族都强硬记住了读法。世界上没有天生的蠢材，只需要适时给予一点鞭策，所有问题便会迎刃而解。简体字亦表现出自身的优势，
简单易懂，便于书写。当然了，那些不同的世家势力也暗地里搜集了相关情报。据说当晚不知多少人气得打碎了各式精美器具，在他们看来，读书是一件神圣的事，也是非常高大上的行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过也仅限于拥有殷实家境或祖上蒙殷或出身高贵的人才拥有这项权利。那些士族、百姓、农民等等，都是一群泥腿子，根本不配读书。倘若真让赵齐做成，他们这些人岂不是无法再维持自身高高在上的状态，再也不能用出身、知识等等来蔑视其他人了吗？这对世家们而言是万万不可容忍的事。于是原本还想做好充足准备的各方阴谋家和野心家们纷纷争相跳了出来。各城市附近一股股所谓的山贼、强盗等早被剿灭的存在，宛若杂草般疯长出来。今天刚刚剿灭几波，明天就又冒出来更多，专门对付普通百姓。只要镇压军出城剿匪，那些人要么消失，要么跑路。一时间脑不胜脑的将士们纷纷挠头抓狂，却又别无他法。论战斗能力，这些人完全可称无敌，但玩起脑子来，800个加在一起也不是各自城池那些世家势力们的对手。3日后，身处皇宫的我亦得知了各地情况。对此，我的方式很简单，一如既往的简单粗暴。找不到土匪，那就用世家势力们代替。大军在手，还讲什么道理，玩什么脑子，通通清洗。无论是否有关，只要怀疑就足够了。而这样一来，那些世家自然会把真正的匪供出来。某座庄园内，觥筹交错，笑声不断，同时各式各样或嘲讽或蔑视的话语亦不断传出。那群莽夫已经被我们耍得团团转，现在估计天天犯愁呢。没错，这天下终究还是世家的天下，区区你腿子也配执掌天庭？我呸！再拖些时间，到时候一呼百应，天下皆反，那小小皇帝自然会死无葬身之地。来，为我们未来的胜利干杯！然而就在这时，气势汹汹的赵家军士卒们已经将这里团团围住。门口的家仆顿时吓得前去汇报：不好了，老爷，门外有一群大头兵将这里围了，个个带刀，来者不善！众人立即大怒，起身骂着：区一群士卒如此猖狂，丹阳军的世家资源无数，一些士卒还能轻易对付？传我命令，立刻召集家兵，替我把他们全数拿下！就在话语落下的同一时间，那威猛的领队将领已率众士卒毫不犹豫地撞开大门，闯入府邸。期间任何胆敢阻挡之人，皆遭利刃无情斩杀，一刀断生死，铁血无情。面对这群猛如恶狼、凶似修罗的赵家军士卒们，无论是忠心护主的家仆，还是老练沉稳的管家，都仿佛秋风中落叶，无力回天。转眼间，昔日洋溢着欢声笑语、富丽堂皇的庄园，便被一股阴冷肃杀之气笼罩。下个瞬间，仿佛死亡审判般的声音响彻四方。丹阳周氏一族勾结废宦，罪不容赦，使抄家灭族，以儆效尤。如同历史轮回一般，曾经在京城内发生过的抄家灭族场面，现如今在各个城池中再次呈现。一日之间，大凤王朝遗留的世家势力直接被磨灭2/3。还没等他们真正开始造反，我乱拳打死老师傅，阴差阳错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将其灭杀于萌芽之中。阴谋诡计斗法，慢慢改革，徐徐图之。错了，真理就在刀剑之上，没有枪杆子，哪里来的未来？这一日，五朝竟血流成河。转眼第2天清晨，各城尸体装车络绎不绝地运向城外乱坟岗。曾几何时，这都是无亲无故、穷困潦倒之辈的归宿。现在这些以往的贵人们也遭遇了相同下场，而剩下那1/3世家们，打听到相关消息后，瞬息被吓得全都龟缩了起来。绝大部分世家头领胆战心惊的决定当个顺民，不再作死。亦有小部分头领依旧怀揣怨恨，想要拼死一搏。然而赵吉家定于死时喊出口号，便被驻守城池的镇压军无情杀戮屠空。至于整个过程，黎民百姓们却压根没有受到干扰。世家势力灭不灭门，跟他们没有半点关系。最关心的是，无外乎明天吃什么，今年能不能好好活下去。相反，他们看到那些曾经贪污的官吏、鱼肉百姓的世子爷全被拖走，反而喜笑颜开，奔走相告：杀得好，这些贪官早就该死了。也许这次的黄老爷真的能给天下一个太平。皇宫大殿上，我坐在龙椅上，听着将士们汇报各地抄家进度。禀陛下，秋山城郑家、王家、宋家等皆抄家，获取白银2100万两，黄金400万两，翡翠、玉石、古董、名画等各类3600余件，田地50万亩。丹阳周家、屠苏家、娄家等已灭，获取白银，田地40万亩。阳城李家已灭白银3000万，充公田地60万亩。此时此刻，一个个夸张的数字从满脸红光的将士们嘴里带着丝丝激动说出。龙椅不远处，柳若曦听得头皮发麻，满脸呆滞。虽说之前京城抄家时知道世家很富有，但万万没想到各城池那些世家势力更是拥有着座座金山。如此恐怖的财富加在一起，甚至比整个大凤王朝所有年的税收总数都高上数10倍。我脸上挂起轻笑，哼，还真是流水的王朝，铁打的世家。但可惜碰到朕，算他们倒霉。既然已经灭了2/3，那剩下那1/3也没有存在的必要。着令，今日起公布新策，所有土地皆收为国有，按照市场均价补偿。从此以后，所有农户按照人口免费分配土地。只有租赁使用权，没有买卖权利。收成其一上交国库，其9留为自用，可自行买卖。另外，灾荒地区免征赋税，从国库拿出粮食赈灾。还有设立商税专门征缴队伍，暂统一按照每次交易利润的30%上交。凡偷税漏税者，第1次100倍罚之，第2次1000倍罚之，第3次斩。今日起废除所有主仆合同约束，农奴欠债合同同样作废。擅自追究者，
杀！各式政策如溪水潺潺，从唇间绵绵不绝地流淌而出，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蕴含着深意与远见。台下将领们个个瞪大了眼睛，而一旁的执笔官员急急忙忙记录着，心中一时颤抖异常。片刻后，众多莽夫急匆匆回去准备执行旨意。大殿之内又只剩下2人，柳若曦慵懒地侧躺着，白嫩的唇口微动，语气中带着丝丝复杂意味。这都是你算计好的吗？灭世家，收财富，分土地，养民心，自此天下定，盛世重现。我淡漠开口，2%的世家阶级掌控着世界上98%资源，但很可惜他们不够强，朕也懒得慢慢斗，索性全部清扫，这样那98%就全归朕所有，剩下的就是将这些利益重新分配给百姓罢了。柳若曦叹了口气，但这只能解决一时，解决不了一世，分配过后就成了新的世家，你知道吗，赵齐？世家阶级永远无法消灭，而你皇帝便是最大的世家。我沉默了一瞬，朕看谁敢？这世界上不需要那么多世家存在，如果朕也是世家，那结局也终会由百姓来定夺。柳若曦美眸中闪过一丝骇然，赵齐到底在想什么？但与此同时，他心底深处某个角落却隐隐泛起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这个男人手段残暴，可他所做的每一件事，确确实实都是在为最底层的百姓撑腰。他为地数在，何尝不知百姓之苦？只是身在局中，被世家掣肘，什么都做不了。而他却以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将他曾经想做却不敢做的事，通通做了个干净。随着道道圣旨下达，那些初步掌握拼音、勉强学会简体字的士族们，成了各城内最好的旨意宣传员。前后不过几日，就连乡间农户都知道了相关内容。对底层人而言，这些无疑是数不清的天大喜讯。欠地主的债通通作废了，卖儿卖女当奴隶的过去亦随着旨意通通推翻。此外还有免费的田可以种，而且只需上交1成粮食，不需要缴纳其他杂税。而在一座座奢华庄园以及华丽府邸内，则再次响起怒骂与打杂声，商税竟然需要缴纳3成，何等残暴！均价强制收购，这跟明抢有什么区别？合同作废，不可能！不救不放又能如何？很显然，利益分配不均时，必然出现反抗。不仅那剩余1/3的世家势力们开始狗急跳墙，就连那些曾经靠买卖赚翻的商人们也开始蠢蠢欲动。不过这些都在意料之中，无论哪个世界，变革都是需要流血的，而我毫无畏惧，更没有半分不忍。为了更美好的未来，完全不介意来个千里浮屠。接下来几日，那些拒不服从旨意的世家，又一次被赵家军士族们破门而入，喜闻乐见的抄家再度重复上演，将士们轻车熟路的执行，没收金银珠宝归为国有。这次家仆和管家等外人倒是活了下来，无罪释放后，通通还了自由身，赶回原户籍地与家人团聚，等待分配免费耕种的土地。随着又一波抄家财富入账，五朝国库总额再度攀升，给赵家军将士的赏赐也就相当于9牛1毛而已。紧接着，一个个大型建造工程纷纷启动，修路、修城墙、修房子，主打一个4亿消费，由无数世家势力100年、1000年积累买单。其中水泥亦被弄了出来。除此之外，露天煤炭、高温蒸炉、制盐等等方法皆陆续出炉，开始造福千家万户。虽然我并不是所有的都知道，但只要提出一个想法、一个研究方向，再设置好堪称无人可以拒绝的超级奖励，自然而然会有很多匠人想尽办法实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此乃千古不变的真理。而另一边，再次经历新一轮抄家后，残存的世家势力们终于看明白了，武帝赵齐就是个强盗，彻头彻尾的暴君。均价收购土地还真算是人证了，毕竟我完全可以明抢，但却给了钱作为补偿，虽然少了点，但总比人财两空要好多。反抗就是死路一条，打不过那就跑，只要去往其他王朝，凭借世家的智慧与积累，总有一天还可以东山再起。某城门，一辆辆马车排队向外驶去，某家主捏着拳头，眼神愤恨中带着怒意，最后看了看周围熟悉又陌生的场景，心中默默许下誓言：30年河东，30年河西。赵齐，总有一天，吾等世家会令汝付出代价，然后带着本家人头也不回的狼狈离开。看守城门的士族们冷冷旁观，根本没管。然而半个时辰后，某位将领带领着上百骑兵士卒悄然出发。过了一段时间，几十里外，该死，是赵家军！难道连最后一点希望都不给吗？正大光明出现的将领满脸坦然回道：别乱说，我们现在可不是赵家军，而是刚刚落草的山贼。你睁着眼睛说瞎话，连脸都没蒙一下，当不是瞎的吗？好了，别说屁话了，浪费我们时间。等清理你们后，我们就接受招安上岸了。士卒们犹如离弦之箭，猛地扑向余孽，刀光闪烁间，每个动作都干脆利落。类似一幕发生在很多城池附近。就这样，随着时间流逝，整个五朝境内各城市都是一天一个新变化。无数黎民百姓在工钱的驱使诱惑下，加入热火朝天的大建设之中。上午种田，下午务工，晚上则咬牙切齿拼命记拼音。学会拼音可以参加务工得到工钱，倘若学不会，则会被收文盲税，月月收，年年收。对于这些一个铜板恨不得掰成2瓣花的劳苦民众们，扣钱简直比杀了他们都难受。也因此，即便绞尽脑汁死记硬背，也要
强行学会所谓的拼音读法，大概半个月左右。事实证明，在压力之下就没有学不会的东西。为万民开智这方面，我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强制实现。估计曾经的上古先贤们也没有想到，期待过的景象竟然会有人以如此离谱的操作，硬生生变成现实。皇宫内，我看着各种拼音构成的奏折，有些头疼，索性丢到一旁。旁边红晕未消的柳若曦打了个哈欠，用慵懒语气打趣道：“估计那些家伙最头疼的就是学习了。”我瞥了他一眼，这段时间朝夕相处，这位前朝女帝的性子渐渐显露出来，表面冷艳端庄，骨子里却透着几分倔强的傲娇。边境之外，被马踏王庭的大金王朝残余各部落头领正在喝着血酒，立着不灭誓言。苍生天在上，谁能打入中原？马踏五朝京都，谁就继承王位，统领整个草原。各大帐内将领们蠢蠢欲动，有人提醒赵齐的恐怖战力，头领们却嗤之以鼻，单手破城门。如此荒谬的言论也信？没见过挂逼的人永远想象不到挂逼有多离谱。几日后，大殿上传令使快马加鞭送来情报，报大金残余各部落集合联军50万，已突破雁关，绕开其他城市，直奔京都而来。众将领大怒，纷纷请战。该死的蛮夷！陛下，末将请战，杀他个寸甲不留。龙椅上，我脸上却露出丝丝喜意，真是瞌睡送个枕头，来的正是时候。最近抄家灭族，杀了快20几万世家势力的人，还取消了大量奴隶，让其恢复平民级。现在正好抓一波异族人，让他们当牛做马干活。整军迎战，真亲自御驾亲征，彻底覆灭大金余孽们最后的士气。第二天便带着20万赵家军放弃可以据守的京城，直接正面迎上。2日后遭遇敌方先锋30万人马，我懒得思考，也不想费事，抄着方天画戟便开着无双般杀了过去。将士们一习以为常的怒吼着向前冲，杀光那些金狗！陛下都冲过去了，兄弟们，建功立业就在京超。一族头领们见到我身影时，反应如出一辙。他是五朝帝王，你能取其首级？上千羊万牛，外加万顷草原。10几个呼吸后，奖励还没喊完，我已经杀出一条血路冲到跟前。几名头领大惊失色，刚要求饶，晃眼间便只感觉天旋地转，意识消散。前后不过片刻，大金余孽的头领们便尽数死在方天画戟下。此后，我手中方天画戟注入浑身力量，猛然一甩，前方500米内仿佛被一抹神秘力量骤然净化。路上一族士卒甚至来不及发出一丝哀嚎，就已化作漫天血雾。紧接着连续10几道白光闪耀，战场上多了10几条血雾通道，以及10几个深邃的巨大深坑。那一刻，整片战场陷入死寂。长生天，那是长生天的化身，我们必须臣服！一族们二话不说，丢掉兵器，跪地疯狂磕头。赵家军士卒则齐声呐喊。此役斩杀10万，收押俘虏37万。回朝后，我淡然吩咐，将那些异族分批拉到各城，作为劳改犯，筑城、修路、帮工、挖矿、耕地都可以，服役10年可归还自由，并分配城中户口。众将领眼睛发亮，暗戳戳决定必须给自己分管区域多弄些劳动力。消息传遍五朝，民间沸腾，而残存世家庄园内则响起阵阵咒骂声。然而外敌并未就此罢休。4月草长莺飞，边境外各异族王朝摩拳擦掌，准备联合瓜分五朝这个大蛋糕。东方大梁王朝80万大军压境，西方几个中型王朝合计60万联军出动，南方几10个山林部落凑出100余万杂牌军，北方高原王朝发兵50万，零零散散加在一起，合计近300万大军。部下天罗地网，气势汹汹来袭。当日大殿上，一支支信鸽将四方蛮夷动向传到皇宫之内，瞬间响起阵阵嘲笑声。区蛮夷也敢进犯，真是不知死活！末将请战，陛下。给末将10万大军，必然大破敌军。末将只需3万。众将士你一言我一语，互相抬杠，越说越离谱，全然不将300万蛮夷联军放在心上。我嘴角露出些许笑意，轻咳，瞬间现场安静无声，威严的声音响彻金銮殿。既然那些蛮夷想找死，就成全他们。这次除了留30万守城外，东南西北4方各派30万大军，合计120万，杀戮为主，俘虏为辅，一路打到各个王朝境内，将其灭国。此外，开通自主报名渠道，动员百姓作为后勤运输，可分配塞外100亩荒地耕种。本次大战中灭国功勋者可封王。瞬息间，众将领瞪大眼睛，呼吸加快，一个个热血上涌，兴奋到喘起粗气。各城隍榜张贴后，无数百姓争相踊跃报名。各个报名点上，一群群浑身肌肉的大汉们拥挤着，根本看不到尽头。五朝以恐怖的效率运转起来，还未等异族正式入侵，各路大军已迎头而上，主动奔向各自战场。2天后，东方战场率先交锋，大梁主将轻蔑指挥80万大军压上，区30万大军阻击，不是纯粹送菜吗？绵羊数量再多，也别想打过虎狼。同一时刻，五朝将领满脸兴奋，兄弟们，建功立业就在今朝。两军轰然相接的瞬间，大梁士卒便被打懵了。五朝士卒个个如天兵下凡，轻描淡写一挥，便将铁甲骑兵击飞，如同稻草人。将领们更是挥舞兵器，凿穿军阵，如同利刃切光。什么情况？那些五朝士卒为什么这么强？根本就不是人。前后不过片刻，80万异族大军便被正面打崩，心态崩溃。无数士卒哭爹喊娘，四散逃窜。后勤的200万百姓见对方如此之菜，也嚎叫着冲上去痛打落水狗。为什么一个老汉都比我力气大？这些中原人怎么变得这般离谱？一个时辰，80万大军被包
包了饺子，无一人逃脱。南方、西方、北方3个方向如出一辙，什么军阵，什么计策，在绝对实力碾压下，通通起不到一丝卵用。异族将领被一群籍籍无名的士族暴打到怀疑人生，各个战场上单人破城。1个月的功夫，四周异族王朝尽数亡国，五朝疆域比之前整整大了10倍。那些异族皇帝权贵被押送回京，我连见都懒得见，直接叫人收入天牢。而我与柳若曦之间的关系，也在这漫长的征战与治国岁月中悄然发生着变化。某日深夜，我处理完堆积如山的奏折，揉着太阳穴走入后殿。柳若曦正倚窗望月，月光洒在她冷艳的侧脸上，美得不似凡间之人。又在想什么？我随口问。她沉默片刻，忽然轻声道：“你真的在乎那些百姓吗？还是只是为了巩固皇位？”怎么突然问这个？我做了10年女帝，天天想着平衡各方势力，天天被世家掣肘，到头来什么都没做成，百姓依旧苦不堪言，国库依旧空空如也。她转过头看着我，眼中有一种说不清的意味。你用最粗暴的方式砍掉了所有障碍，我恨你夺了我的江山，可你确实比我做得好太多太多。我怔了一下，随即笑道：“这算是夸我？算是承认事实。”他别过脸，别得意忘形。我走到他身旁，望着同一轮明月，沉默良久后开口：“其实我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我来的那个世界，有过比这里更惨烈的历史，也有过比这里更辉煌的文明。百姓被压迫了千年万年，可却有一个人站出来砸碎了枷锁。他告诉百姓，人生而平等；他告诉人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告诉我们，小同志，世界上没有什么千岁万岁，唯有人民万岁。是他让所有人都能吃饱饭读上书，而我不能让悲剧在这里重演。”柳若曦微微侧手，眼中浮现出前所未有的认真。你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很复杂，有好人有坏人，有光明有黑暗，但有一点和这里一样，百姓想要的从来不多，不过是吃饱穿暖安稳度日。他默默点头，没有再说话。但那晚之后，他看我的眼神里少了几分怨恨，多了几分他自己都未必察觉的温柔。又一日，我在后花园练武，方天画戟舞动间虎虎生风，每一击都带着恐怖的力量。柳若曦不知何时走到廊下，静静看了许久。教我。他忽然开口：“教我武艺。”他抬起下巴，用女帝的姿态说出了一句不太像女帝的话：“我不想永远只能站在你身后。”我打量了他片刻，忽然笑：“行，不过丑话说在前头，我教人可不会手软。本宫堂堂大凤女帝，还怕你一个泥腿子不成？”从那天起，每日清晨后，花园中便多了2道身影，一个霸道凌厉，一个倔强不服。柳若曦的天资确实不错，虽然基础薄弱，但胜在心性坚韧。被摔倒了爬起来，被打疼了咬牙忍着，从不喊停。而在那一次次的拆招、过手、近身缠斗中，2个人之间的距离似乎也在不知不觉间拉近了许多。有一次，他被我一招扫倒在地，仰面朝天喘着粗气，忽然冒出一句：“赵琪，如果当初你没有造反，我们会不会是君臣？”不会。我伸手将他拉起来：“以你那些大臣的德行，迟早要弄死我。”也是。他低声说了句什么，声音太小，我没听清什么。没什么，继续。他红着脸又举起了木剑。转眼间1年过去，五朝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各城市内一个个身材健壮的百姓，大摇大摆走在水泥路上，商业街上叫卖声此起彼伏，乡间农户拉着新式去园里耕作，猎户们结伴上山，能追着老虎满山跑。四方远征群如脱缰野马般一路打到世界尽头，战利品源源不断运回五朝，无数朝贡的货品被运往国内，为五朝的基建添砖加瓦。一道道牵引百姓前往新领土开荒的圣旨发到各城镇，离五朝越远，给出的免费可耕种土地越大。无数百姓争相报名，那些残存世家分子们最终绝望地发现，他们已经被时代彻底抛弃了。城墙上的简体字公告一个字都看不懂。与普通百姓相比，曾经以饱读诗书为荣的他们，活像一群大文盲。什么公共厕所、公共马车、水泥等等，皆是闻所未闻。熟悉的事物消逝，陌生的接踵而来。虽然依旧生活在这里，却对这个新生的五朝有种说不出的疏离感。此刻，残余世家分子们心中升起无尽惶恐，世家阶级已经彻底消亡了。当时代洪流来临之时，除了被淹没以外，任何阻拦和想法都是螳臂当车罢了。又是几年光阴如水。某日夜里大雨倾盆，我独自站在御书房门前，望着雨幕出神。书房内那副老牌匾已被我丢弃，换成了全新的4个大字：天下为公。可我体内那股已经到达极限的力量隐隐躁动。自从半年前开始，无论如何修炼，实力便再也无法寸进。在这片低武世界，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屏障横亘在前方，怎么都突破不了。这片天地太小。又在发呆。刘若曦撑着油纸伞走来，站到我身旁。这10年相处下来，她早已不复当初的敌意与怨恨。虽然嘴上依旧偶尔骂我逆贼，但语气里的嗔意比恨意多了不知多少倍。若曦，我忽然叫了她的名字。你信不信这个世界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天地？她微微蹙眉。你又说胡话。不是胡话，我能感觉到这片天地的尽头并非真正的尽头，在更远的地方有着远超你我想象的力量存在。那里的强者一拳可碎山罩，一剑可裂苍穹，那里被称为高武世界。柳若曦端着伞的手微微一颤，这10年朝夕相处，她太了解这个男人了。他从不说空话，更不会无的放矢。你想去那里？不是想，是必须去。我的力量已经到了这片天地的极限，再也无法寸进。想要变得更强，就必须踏入更高的世界。而且偏头看他，嘴角划过一丝笑意，那边没准更好玩。雨声哗哗，柳若曦沉默了很久很久，突然收了伞，任由大雨淋在身上。她的眼眶微微泛红，但声音却极力维持
持着平静。你走了五朝怎么办？3公9警组成参议院，共商国事，再加上我已经设立了监察司、法院、首府3权分立，制度已经搭好，加上百姓识字，有才之人均可入朝，军队强盛。国库丰盈，就算换条狗坐在龙椅上，也能维持几十年太平。你就是这么不负责任的人。负责？朕打下了天下，灭了世家，分了土地，赶走了异族，让百姓吃饱穿暖，这还不够负责？我挠了挠头，他说不出话来，只是在雨中狠狠瞪着我。雨水顺着他冷艳的面庞滑落，不知是雨还是泪。我没说那个负责。别瞪了，我伸手替他挡了挡雨。朕问你个问题。什么？跟朕走不走？柳若曦浑身一震，瞪大了那双漂亮的眼睛。那个高武世界，强者如云，危机四伏，但同样也有着这片天地永远看不到的风景。你可以变得更强，强到不再需要依靠任何人。我看着他，语气前所未有的认真。你跟我走，还是留在这里过太平日子？雨幕之中，两个人对视良久，最终柳若曦深吸一口气，抬起她那沾满雨水的下巴，用当女帝时最傲然的姿态开口：“本宫堂堂大凤女帝，岂会惧怕区区新世界？”顿了顿，她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到几乎被雨声淹没。而且谁放心让你一个人去？指不定又惹出什么祸来。我大笑出声，笑声穿透雨幕，回荡在整座皇宫之中。数日后，武朝迎来开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盛大祭祀庆典，大街小巷挂满五彩灯笼与织锦。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照耀在金碧辉煌的祭坛之上。香烟缭绕，钟鼓齐鸣，缓缓步入祭祀现场。身后柳若曦紧随，在后方群臣将士步伐庄重肃穆，数不尽的百姓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衣衫整洁，脸上写满狂热。万岁！武帝陛下万岁！看到了，终于看到了，是活着的武帝陛下。周机关高亢的吟唱声响起，献酒、献舞、诵读祭文，一系列仪式逐一展开。稍顷，我迈步而出，解开了身上一直隐藏的恐怖力量，瞬间天地变幻，云霞随之颤抖，无尽威势如怒涛般横扫周围百里之地。后宫佳丽花容失色，群臣将士面露骇然，士族与百姓尽皆不由自主跪倒在地。何其惊人！这便是武帝真正的力量吗？天神降世，非凡人所能及。我淡漠开口：朕功盖三皇，德高武帝，覆灭各异族，重铸中原荣光。今日功德圆满，武朝地位高悬空置，由议事阁、监察司、法院、首府共商国事。此外，朕会在上面看着。话音未落，天穹之上骤然异变，万顷乌云凭空涌现，如厚重墨幕遮蔽苍穹。而后，乌云中央裂开一道缝隙，3颗星辰凭空亮起，七杀、破军、贪狼绽放出摄人心魄的妖异光芒。3道绚烂至极的星光自浩渺星河洒落，穿越茫茫宇宙，交错融合，汇聚成一道，猛然灌注于我的身躯之中。与此同时，天地间出现一道虚空裂缝，裂缝彼端隐隐传来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息。那是一个远超此界的广袤世界，其中蕴含的力量浓郁到近乎实质，仅仅感受一瞬便让人心神震颤。所有人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一幕，有人喜极而泣，有人五体投地。仙界，武帝陛下要回归仙界了！我转身最后看了一眼这片亲手缔造的江山，看着那些跪伏在地的百姓和将士，看着远处已经焕然一新的京城，看着更远处那一片生机勃勃的大好河山。10年的时间，从一个魂穿而来的异客，到覆灭前朝、横扫天下的一代帝王，全民扫盲、教化天下，覆灭世家、征伐异族、统一世界。我做了太多前人不敢做也不想做的事，值得吗？看着那些百姓脸上发自内心的笑容，答案不言而喻。我伸出手握住了身旁柳若曦微微颤抖却坚定不退缩的手。走吧。他的声音很轻，但眼神很亮。下一刻，2道身影腾空而起，携着漫天星辉踏入了那道虚空裂缝之中。星光湮灭，裂缝合拢，苍穹恢复如初。唯有祭坛上方天空中3颗星辰的虚影经久不散，仿佛在永恒守望着这片大地。地面上无数百姓仰望苍穹，泪流满面。武帝飞升了，武帝万岁，武朝万岁！呼声震天动地，经久不息。可虚空里却传来一道我的回音：不，你们要记住，是人民万岁！虚空通道之中，周围是扭曲流转的星光与混沌。柳若曦紧紧攥着我的手，指尖微微发凉，害怕。我偏头看他，做梦。他嘴硬道，但手上的力道出卖了一切。我笑了笑，望向通道尽头那越来越清晰的光芒。那道光中隐约可见连绵不绝的巍峨山脉，每一座都高耸入云，瀑布如银河倒悬。更远处有恐怖的气息在天地间碰撞，宛若神魔交战。那种力量的层次，比他在武朝展现的巅峰实力还要强上何止100倍1000倍。浓郁到近乎实质的天地灵气扑面而来，仅仅感受一瞬，体内那已经停滞许久的力量便隐隐有了松动的迹象。那道无形的屏障出现了裂纹，只要踏入那个世界，突破便指日可待。那个世界，柳若曦同样感受到了那股恐怖气息，美眸中闪过一丝凝重。真的有比你更强的人？不止更强。我眯起眼，嘴角划过一丝兴奋的弧度，强到你无法想象。在那里，我这点实力估计连入门都算不上。柳若曦深吸一口气，忽然松开我的手，挺直了几倍，恢复了那副女帝的傲然姿态。既来之则安之，本宫连亡国都经历过了，还怕什么新世界？再说了，她偏过头，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眼中闪着狡黠的光。
光。上辈子你欠本宫一个江山，这辈子就用一个新世界来还吧。我愣了一下，随即大笑。虚空通道尽头的光芒越来越盛，越来越近。就在即将踏入的刹那，我忽然感知到了什么。那片世界的深处，极其遥远、极其幽深的某个角落，有一道极其隐晦的目光穿越了无尽虚空，落在了我的身上。那道目光中既有好奇，也有审视，仿佛一位高居云端的存在，正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一个不速之客。我眯起眼，嗤笑一声，那股压迫感确实恐怖，但也仅仅如此。前世穿越进高武世界，当了数百年缩头乌龟的记忆犹在，那种寄人篱下的憋屈感，我这辈子再也不想体会第二次。管你是谁，是来了！光芒吞没了2道身影，而在那片高武世界的某座巍峨宗门深处，万丈高峰之巅的密室之内，一位闭目枯坐不知多少岁月的白发老者忽然睁开了眼，浑浊的眼珠中闪过一道摄人金光，仿佛能洞穿虚空，看透万物本源。这是什么命格？他缓缓抬头望向天际那道正在消散的虚空涟漪，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3星齐聚，七杀为刃，破军为锋，贪狼为魂。这种命格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上一个拥有此等命格之人，搅动了整个大陆的风云，最终却消失在了那片禁地之中。老者重新闭上眼，枯瘦的手指轻轻敲击着石桌，发出嘟嘟嘟的沉闷声响。有意思，且看这一个能走到哪一步。密室归于沉寂，而万里之外，2道身影正从天而降，坠向一片苍茫大地。新的故事才刚刚开始。